如果他真是瞎子呢？您什么意思？早就戴老板要继续这个剑刺行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他不能一直演瞎子，这不是一回事儿。我就特意询问了给委员长夫人治病的美国大夫，他跟我说，美军研究出了一种神经毒素，只要在你眼周围就得嗖这一针，不出5分钟，就可以彻底破坏他的视觉神经。这是我下午都拿到的，你这不巧了吗？这本用上，这就叫有备无患呀。别开枪，别开枪！我跟他说，丁一，你快点出来！我才不出去呢！顾耀山，我信错你了！你快点出来！别跟他废话！你冷静点好吗？给我躲开！人呢？这小子跑得太快。顾阳山，你是故意的啊？你糊涂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丁一不是咱们军统的人，他死了就死了，跟咱们军统一点损失都没有。现在更谈不上他死。不是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你说这个丁一，咱要是把他眼睛给毒瞎了，那咱军统不就寒了全天下抗日志士的心吗？哎，军统寒了抗日志士的心，我们为了什么？我们还不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还不是为了抗日？那么多抗日志士在前线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连命都没了，瞪瞎他一双眼睛就能怎么着？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儿，他干的比咱们多，所以弄瞎他一双眼睛，我不同意。顾阳山，你可千万别忘了，是你让他入局的。那老师，我就更不能同意了。如果不把他眼睛弄瞎了，他怎么能更胜你于死？好好想想。去你奶奶个头！没个好东西，真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不如靠自己好。妈！烦死了！连你也欺负我，觉都不让睡。吃，就知道吃。你看我走了以后，他们能给你啥好果子吃？吃苹果，不给你扎一针就不错了。哎，啥都吃，去，这报纸你也吃，回头。红月，共产党？不可能。丁一的脾气我清楚。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这样不告而别。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夏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日本人已经通知了巡捕房，就算把上海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找到丁一。当务之急是赶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因为只有我能保护他。如果你能保护他，他何必还要跑？夏小姐，丁一之前说过，如果朝圣剧团出了问题，他一定不会离开上海。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红玉的通缉令，我猜他十有八九是去找红玉了。红玉会去哪儿，会去找谁，您一定要告诉我，这样一切都还来得及。我刚刚骗过了日本人，说李约瑟为了躲避楚舰队的追杀逃跑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言能够坚持多久。我联系了一条走私的船，如果找到丁一，我马上把他送出上海。但是夏小姐，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不是你们提前安排好的？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们怕武天不相信你的话，所以安排了刺杀。不验真一点的话，武天不会相信你。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我好，为了我好，你就能让老顾去死吗？顾养生，你既然那么不相信我，为什么当初还要让我干这件事呢？现在好了，就是因为你对我的不信任，所以才害死了老顾。顾养生，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你？你以为我会让老顾去送死吗？顾叔是名军人，但他更是我的家人。我阻止不了他上战场，但是谁又会让自己的家人去送死呢？不行，这绝对不行！我说顾叔，您就别劝我了，不然还有少爷，您身份不合适，要去也是我去，您去？您这腿合适吗？您这腿……你别犹豫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你别忘了，我抽的是顾家的仆人，还是一门军人。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丁就死定了。他更需要你。我说，这样，我们两个交手之后，我把您挡到窗户边，然后顺势把您推下去。窗户下面会有咱们的人来接应你。等咱们的人接应到你之后，把你送到码头，你马上坐船离开。事情平息之后，我再来找你。啊。今天的计划明明是顾叔刺杀完之后会从2楼跳下去，底下接应他的人会把他送去码头，马上离开。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可是他为什么没这么做？他明明答应我的，明明答应我的。但是丁一，我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计划，无论是我死还是顾叔死，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让你去死。
我答应过你，如果有危险，我会站在你前面，这一点我永远不会骗你。慢点儿。走。哎，看看你，看看你，慢点儿的，快起来。哎呦，老顾，是我们的同志吗？老肖同志，武田生性多疑，丁仪的实战经验又不够丰富，我怕万一丁仪说服不了武田，所以我决定为他留一个后手。我需要在宴会上刺杀李约瑟，从而让日本人相信李约瑟的忠诚。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怀疑丁仪的话。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可李约瑟的密码一日不出，数千里的国土就要沦丧。我在顾正则身边做贤妻能子潜伏多年，如今已事成死期。若能在国难当头之时尽一份力，这辈子也算死而无憾。请原谅我的先斩后奏。丁仪是个好孩子，就让我再送他一程吧。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那密码换了，白马湖就肯定安全了吧？啊，安全了。哎，你吃饭了吗？要不我给你叫点早点。别麻烦了。东源寺大公和李约瑟的真实关系，我们谁也不清楚。我怕你信口胡诌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拆穿，所以我安排了今天晚上的船送你去香港。也有人去白马湖接上你娘。
到时候你们在香港相聚，啊，就这么结束了。剧中呢，人也散了，怎么，不高兴？啊，我没不高兴，我高兴啊。那个地儿，说不定还有更大的舞台等着我呢。来，这是你的护照，拿好。钱呢，都放在箱子里面了，应该够你潇洒一段时间了。也祝你在新的舞台，能演到自己心仪的角色。干嘛去？朝城剧团跟大家告个别。组织上已经同意让剧团的人先撤离。我跟大家打过招呼了，明天就以巡演的名义让他们先去乡下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回来。你干嘛去？啊，朝城剧团跟显小姐道个谢。这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那日本人还有这个军统一定是盯上我们了。趁麻烦还没找上他们之前，今天晚上我们演出完我们就撤。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这个剧团是你一手创建的，你不想看它毁在你的手里。可是，自从我们答应帮助丁一开始起，你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再说，只要我们保护好这些团员，总有一天，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剧团的。洋人们都在撤离，租界也越来越危险。昆山附近有我们的根据地，应该能保证大家的安全。你去接上丁一，让他跟剧团的人一起撤离。还有，红玉申请入党的事儿，也可以提上日程。好了。玉云啊，你是？哟，这么热闹的！嗨，哦，哎，沈碧云小姐在吧？这个女人是谁呀？夜莺。夜莺？哦，我知道了，就是军统苏州站梁景元的太太。課長は大佐はなんと？この間順本数長の梁志元の妻の家院が我々に寝返った時に我々の情報がすでに漏れてると言ってたよな。その情報源について彼女から何か聞き出したか？ DUSU の言い分と同じくイギリス人から聞いたとのことです。威廉董事卸任的舞会上，我借他把里约瑟密码被泄露的消息透露给了日本人。我听说，里约瑟给日本人设计的那套密码已经泄露给英国人了。真的。所以我想着，
如果你能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汪主席，说不定你们家老梁就回来了。这个主意好呀！很多年前我救过梁九元的命，但是他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现在看架势，他很有可能会被安排进特工总部，没准搭上叶音，是个获取情报的好机会。シェンビユもイギリス人たちと仲が良かったはずだ。あの日の夜、リュウエサーが朝鮮事業に行ってから何もかもがおかしくなり始めた。もっと早くに彼を調べればよかった。しかし我々が彼女を取り調べるのをリ US は許可するでしょうか。新聞ファンの連中に朝鮮中東を調べさせればいい。シェンビユ本人も含めてだ。待てよ。梁智雲は確か我々新政府の役職に就きたがってたはずだ。もし彼がこの件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満足する地位を与えると家に伝えておけ。はい。李先生，查理呢？他去帮我办点事。近来发生的事，我很抱歉。我仅代表美军官向你赔罪。不知李先生爱吃什么，我去周觉帮你点了一点这家餐厅的小白菜，请你尝一尝。吴天桑果然有心了。不瞒你说，我这个人向来高傲，从来不会跟数学界以外的人打交道。就算是数学界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剑术，我也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可是唯独武田丧你不同，你是我回到中国以后第一位结识的真正的朋友，因为你不仅费尽心思为我联系到了日本御医医治我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对数学家的尊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い、酒を持ってこい。はい。あれ。お前は早れ。これはここに。我科长はこれは好きだ。武田科长喜欢喝清酒。哦，大姐，李先生喜欢喝红酒。待て！不是你，滚一边去！傻小子！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哎，我自己来，你先给贵哥倒上。
我不会让这傻小子再出现在你面前了。滚回去！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李先生，美机关为你准备了一点礼物，小小心意，不讲敬意。吴天伞，中国人有句话：“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Exactly 。吴天伞，现在你我就是兄弟 ，brother。兄弟之间不谈钱，只谈感情。来，今天的第一杯酒，敬我们之间的友情。好 ，Cheers， 乾杯。既然兄弟之间不谈钱，那我们谈谈女人如何？哎，快点来，快点！大家坐一下，啊，先坐一下，坐一下。啊，你坐这边。来，刚刚谢谢您替我解围了。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李桑，どうぞ。你是丁一的司机，李约瑟，你是李约瑟的司机。我是来帮丁一的。他没跟我说这次还有外人，看来这次活还真不小啊。这没时间细说，你可以相信我。你是不是要往里送东西？我在红酒标签的背面写了字，写字的墨水是特制的，只会显现3分钟。3分钟之后，就算是5天把标签给撕下来，也什么都发现不了。我把要送给丁一的照片误放在女洗手间的花盆底下了。李先生，我身边的2位美女是从日本来的我的朋友，还有你左手边的这位是上海正当红的女明星小春兰小姐。李约瑟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不对，现在是我的 brother。是你？你下午还撞了我一下呢。你们认识啊？是呀，下午刚见过，在朝生剧团，是不是啊？抱歉，这位小姐，我眼睛看不到。啊，不好意思啊。李先生，你去朝生剧团做什么呢？办了点私事。私事？想不到，李先生除了私事以外，还有别的感兴趣的？只是找了个人而已。那什么人能劳动李先生经历了？长生剧团能有什么呀？除了那个显碧云。哎，李先生，你该不会是去找显碧云的吧？连个瞎子也不放过，他倒是不挑食儿。
李先生，你认识沈小姐？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呀，李先生，你跟我们说说呗。秘密。就讨厌你这说话说半句的男人。想那显小姐当初也是上海滩有名的大明星，只不过现在嘛……但李先生，你看我跟武天嫂都这么好奇，你就说说嘛。显小姐是一个大美女，才子佳人的故事，我可算洗耳恭听了。不错，一位能够驾驭夜巴黎香水的女人。当我遇到她的那一刻，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视力不佳而感到遗憾。小子，连我们马爷的钱都敢骗，再有下一次，你就死定了！走。是。我与显小姐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朝生剧团的门口。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一不小心就滑了一跤。哦，哎呀，没想到李先生跟沈小姐是这样的关系啊！惭愧。所以那天晚上，你那么匆忙去朝生集团，也是见沈小姐的吧？那一天？哦，我想起来了。那一天，我和武田桑分开以后，就直接去了威廉公馆，可能路上路过了朝生剧团而已。不对，武田桑，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难不成你在跟踪我？先生，哎，李先生，今晚一会儿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哈哈哈哈哈！李先生，别害怕了。我刚刚已经把金蛋铲去了，一次长期的向你道歉。希望李先生可以重新考虑梅西馆的合作。我杀他是因为他能力不错，在这么多客人面前给大里面一个丢人了，不别在意日本军人的身份活着了。
李先生，我的善意已经表达的很明显了。明天晚上，我将在大都会酒店设宴，暂时向你致敬，开启我们的新的合作。想必李先生不会继续吧？喂，李子，嘿。明天晚上，大都会酒店，武田说要设宴。先上车。咦，看什么东西啊？这么出神。傻儿，你胆子小，不要笑我啊！哎，你刚不是说有个消息要我带给王主席吗？是什么了？谢小姐有什么事情吗？第一次任务就差点被武田枪毙，这就是你们的计划？谢小姐应该很清楚，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那丁一今天能活着才更是个巧合。谢谢谢小姐的帮忙，但是咱们也有言在先。出了你超生剧团的大门，那么剩下的就是我和丁一之间的事情。所以，你就拿他的命去赌。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计划，还不如让他回老家。那么在谢小姐的工作里，从来就没有赌过吗？谢小姐，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如果再有枪口对着他的时候，我还是会挡在他的前面。如果谢小姐没什么事的话，那就先回吧。这么说，这个丁一真的是醉着过去的？对，不幸人事。
我知道了。明天大都会饭店的行动取消，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也不赞成。这个丁一，即便天赋再高，始终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数学训练，时间一长，肯定会露出破绽。更何况，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小混混，完全没有半分情报人员应该具有的素质。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这次行动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我想我刚刚已经向2位解释得很清楚了。今天的行动，丁一完成得很成功，不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还间接地让武田杀了一名日军的破译。少爷，你是接受过专业的情报训练的，难道你不知道，情报系统工作原则之一是不能依赖于巧合和运气吗？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今天这件事情再一次证明了他具备一名特工该有的临场应变能力。永山，这个行动开启之前，你答应我什么呀？他说我答应您说，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然后告诉他这密码泄露了，并把它换掉。这明天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呀！我说的不是这句，啊，我说的是，即使是计划失败了，也不过就是死了一个剧团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就没有任何损失。可是你现在呢？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计划不会失败，人也不会死。而且他不知道您的身份，不知道我的身份，也不知道据点到底在哪儿。即使他被拷问，他能供出什么来呢？可是我告诉你，现在是以助理的身份在跟他一起行动。他今天醉成这样，他万一有个闪失呢？他把你自己也给搭进去了。到时候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杨山，顾司令是我的老上司，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把你好好的交给我了。你要是万一有个3长2短，我真的没法向你父亲交代。这样，老师，我亲自打报告到重庆，这件事情、这些行动的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来承担，可以吗？生死不论。如果您要还是不相信的话，等到天亮，我亲自向我父亲说明情况，可以吗？不用说明，你是你们顾家3代单传，就你一根独苗，你父亲是不会同意你冒这个险的。这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事情了，老师您就别操心了，好好补袜子吧。哎呀，年轻人，你是不知道啊，干大事是不拘小节的。哼。林约，咋的？害怕我跑了？老板，再来2碗面。哎，好嘞。我这辈子懂得
没像昨天晚上那么害怕过，吓得我真要哭了。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最后悔的是啥吗？我真应该把你端给我那碗阳春面给吃了，就算死，我也得做个包死鬼。天底下再大的事儿，都没吃饭着呢。面来喽。哦，你尝尝，指定比你给我安排那大蜗牛好吃。我咋发现，一遇上你就没好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我又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娘。哎，这是你家？来，帮我扶一下。哥哥，是不是开花的时候你就回来了？
腾的，时间不早了，要出发了吧？时间还早着呢，着什么急？泰州离这路程挺远的，开车最快的话也得大半天呢。曹站长您，还是说从头到尾，你就没打算要去？你干啥玩意儿？这进来就不敲个门，你这吓我一大跳！你该起来了，少爷在下边等着呢。啊，行行行，你再给我5分钟啊！没规矩，偷看人家洗澡。看到这些灯光亲切吗？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哎，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撤吧你！你别过来！转过去，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圣剧团。那啥也看不见啊！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1根，2根。5根小黄鱼，怎么样？丁一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边来。顾小山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怎么样？这样，我再给你加1枚，10根。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这套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丁一。这样，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一都应该活下去。不，我10根也不干，钱给的越多，死的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干。我选这么个地方，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替身啊。盘算着，万一他识破被俘，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10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干。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杨开，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老师，您怎么来了？就他呀，难堪大任吧？老师，上级吧。领导，
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呢？这是干啥呢？不信你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可倒好，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10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儿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它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儿，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凳，只需要2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撂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我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说完了。20根啊！老师，他是个演员，6个小时，您给我6个小时，我来说服他。还要6个小时？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给你16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汉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曹站长，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攻略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不足1成。如果破译不出来呢？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稳责下来啊？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他们顾家呀，在沪江一带是望族，当年委员长都受过他们家的恩惠。你就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面，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你就是这样当站长？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